214恶性撞船事件发生后，台湾方面刻意隐瞒事实真相、推卸责任，引起大陆各界强烈愤慨及岛内舆论的普遍质疑。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8号表示，将坚决维护同胞的合法权益，绝不允许此类事件再度发生。大陆方面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一切后果由台方承担。岛内舆论纷纷呼吁民进党当局公布真相，严惩相关责任人。国台办2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深圳卫视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作为214恶性撞船事件以来首场线下记者会，两岸媒体高度关注。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谴责，事件发生到现在半个月，民进党当局没有表达任何歉意。在事件真相方面，民进党当局隐瞒、撒谎、误导，前后矛盾，试图掩盖真相、推卸责任。岛内的一些政客和媒体罔顾事实，大放厥词，态度嚣张，毫无人性。我们将坚决维护同胞的合法权益，绝不允许此类事件再度发生。大陆方面保留采取一切措施的权利，一切后果由台湾承担。事件发生后，大陆派出红十字会陪同遇难渔民家属赴金门，多次与台海巡部门沟通，但得到的却是让家属寒心的回应。朱凤莲表示，台湾有关方面应切实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和善意，处理好善后事宜，避免进一步伤害两岸同胞感情。要让两岸民众有安全感，当务之急是台方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尽快地公布事实真相，严惩相关责任人，向遇难者家属道歉，满足遇难者家属的合理诉求，切实杜绝此类事件。在回答深圳卫视有关海协会与海基会之间沟通联系的询问时，朱凤莲指出，只要民进党当局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两岸协商谈判的大门随时可以打开。通过今天的记者会，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国台办发言人不仅针对台湾方面214恶性撞船事件及其后续处理提出了批评，更重要的是向台湾当局展示了解决问题、恢复交流的可能路径，并强调了当务之急是台方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尽快公布事实真相，向遇难者家属道歉，切实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214恶性撞船事件发生后，不仅台海巡部门处理方式备受批评，台海洋事务主管机构负责人管碧玲也因不断发表错误言论遭到岛内舆论指责。在没能给遇难人员家属和两岸同胞交代的情况下，管碧玲先是同一些台湾政客一起炒作所谓越界问题。有关言论被大陆反击后，他发文称，台海巡部门必须守护所谓限制水域，还搬出金门乡亲作为挡箭牌，引发当地民众不满。随后管碧玲又编造多个谎言，并宣称事件发生时没有录像，被广泛质疑。而他近日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更是遭到岛内舆论炮轰，认为他失职，应当负政治责任。对此，朱凤莲在记者会批评管碧玲把处理214恶性撞船事件当成个人政治表演，性质非常恶劣。不仅对遇难者没有一句道歉，还对善后工作不断地设置障碍，极为冷血，为人不齿。奉劝这位女士将心比心，停止继续伤害遇难者家属，给遇难者家属和两岸同胞一个交代。岛内媒体注意到，国台办记者会在社交媒体上直播时，管碧玲本人账号被发现处于正在观看的状态。有台湾媒体认为，可见管碧玲对大陆说法颇为关心。有关事件调查的最新进展，岛内媒体披露，目前金门地检署已确定两船有碰撞事实，因而全案朝过失致死罪方向侦办。报道称，此案是否有刑责仍未定，但台海巡部门躲不过民事赔偿。而管碧玲也承认，在调查是否有过失致死罪，但又狡辩称不是故意。是不是就是我们去撞他们的船是吗？绝对不是的，因为是过失嘛，就表示不是故意嘛。最后会不会造成过失致死，还是要侦查。岛内舆论批评管碧玲现在是赖不掉了，才改口服软，应该追究她的责任。你不碰撞很难翻覆了，你船上的创击痕迹很清楚啊，那你怎么赖呢？如果最后真的是过失致死的话，我觉得还要查。管碧玲的态度太奇怪了嘛，因为你作为一个主管，是不是下了政治命令，让第一线的海巡弟兄做了不当的执法？事件发生后，台湾海巡部门称，海巡舰艇当天未配备密录器，没有录像，引发巨大争议。台海军前舰长吕礼时披露，现在台海巡部门的岸基雷达是跟台防部门的联程系统连在一起，这些雷达的画面均有存档，因此录像不可能拿不出来。
台军退役中将帅华明也表示，谁撞谁，军方的雷达航迹图一摊开来看，就能查出真相。飞机也可以用飞机的航迹图来判断敌人飞机的状况，飞机总比船要开得快，所以海上的航迹图不是不能判断，就看它当时的速度跟向量，当然可以判断。很多事情啊，政府捂着盖子不愿意讲。在此时此刻，你还要等法官来化解这样的一些矛盾跟误会吗？这显然民进党不是不能公布雷达图，而是不敢公布雷达图。截至目前，台海巡部门与遇难者家属代表团已经展开9次协商。有岛内媒体报道，第9次协商传出达成初步共识，针对大陆方面要求的公开道歉，可能改成书面道歉，其他部分包括慰抚金，则要继续协商。台湾各界呼吁民进党当局应该正面解决问题，公布真相，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他们要的是真相，没有人相信他没有录影，所以尽快的公布，这才是正道。都希望真相为和，因为了解真相才能够避免类似的事情再一次的发生，一定要有沟通的管道跟机制。据台湾媒体报道，2月27号，台湾首艘自造柴电潜艇海鲲号进行了下水测试，在场的岛内媒体大呼终于浮起来了。然而，海鲲号后续所需的核心设备要从多国采购，舆论指他们所谓潜艇自造是一个笑话。海鲲号于26号下午出厂，从台船海昌厂内用多轮板车移至到中信8号浮动船坞。在此之前，排水量超过35000吨的中信8号浮坞，从25号起已经在海昌厂外待命。高雄港务局自26号16时起开始管制海昌厂周边港区水道及陆域，执行管制的警方并未干涉在周边陆域拍摄的媒体。尽管现场有层层铁质施工梯阻隔，但在场媒体仍然拍摄了不少海鲲号的细节。海鲲号采用了瑞典西约特兰级、哥特兰级类似的 X 型纬度，有明显的镰刀式7叶大侧斜螺旋桨。27号早上8点多，海鲲号抵达该船坞后，浮坞立刻进行注水。海鲲号在浮坞下沉后，缓缓利用自身浮力浮在水上，终于达成了所谓的正式下水。在场台媒连连惊呼：“浮起来了！”去年9月28号，海鲲号首次亮相并举行所谓预下水仪式，由蔡英文主持，但该艇的声呐、鱼雷发射管等重要部位均因保密原因被装饰覆盖。令人跌破眼镜的是，当时号称是下水，但潜艇仅仅是蜻蜓点水一般接触了一下水，被岛内网友群嘲为政治下水。海鲲号现在下水是因为这艘艇直到现在才真正具备下水条件嘛，也就是下水前应该装的设备和子系统呢，大致都装上了。但是呢，从特写照片也可以看出，海鲲号的建造工艺呢很糙，侧舷阵声纳罩呢和艇体贴合呢也不紧密，由此呢可以判断出台湾地区造潜艇的能力还是比较差的，这艘艇的性能呢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民进党蔡英文当局2016年上台以来，怀着以武谋独的险恶用心，启动所谓潜舰自造计划，总投资4000亿新台币，期望第一阶段至2019年完成设计，2024年首艘原型舰下水，2025年形成战力。但该计划自启动以来屡屡受挫，先是与荷兰洽谈潜艇外壳专利碰壁，打算向日本购买封存潜艇又没了下文，还被爆出技术顾问是家位于直布罗陀的皮包公司，疑似与拉法叶军购贪污案有联系。根据岛内媒体的报道，台湾自制潜艇由台船负责总体建造，核心技术几乎全部来自外部，他们之间是否匹配，能否有效运作，一切都是未知数。再加上台湾从来没有建造潜艇的经验，近年来围绕这艘潜艇的争议声从来没有停止过。分析指，这次海鲲号终于下水并浮了起来，这只是潜艇测试的第一步，后续还将面临多重考验。例如，下一步海鲲号将进入干船坞坐蹲，也就是待它在干船坞就位后，将干船坞内的水全数排出，确保潜艇固定在坞墩上，以准备进行后续安装。问题是，对于台船来说，坐蹲也不是那么容易的。2022年，台湾自制1000吨级巡逻舰在坐蹲过程中3次因为舰体碰触边墩后严重倾斜，甚至导致螺旋叶受损。事实上，就算海鲲号完成基本的海上测试，它的真实作战性能仍远远无法得到保证。况且，蔡英文当局为了在下台前最后再捞一把所谓政绩，不负责任地推进潜艇的测试进程。潜艇未经充分测试，一旦出事，关系到的可就是数十名台军官兵的性命。台湾地区呢，只造个艇壳，就这也离不开外部的技术支持。但是呢，由于来源太杂，所以台湾地区的所谓自造潜艇先天就存在兼容性差的问题，不仅影响性能，而且对未来服役后的持续使用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